好，来看一下，今天我狼啊，也是久违了，给大家伙做这个炸弹人的摊分啊。之前我们都做那个村里老三的啊，这次呢又是出了个记录。这个炸弹人的摊分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其实呢，它并不是那么费时间啊。一说到摊分吧，总有一些小伙伴，哎呀，我狼啊，那个摊分视频啊，就是街机厅老板都哭了，是吧？啊，给街机厅老板都气哭了那种。其实吧。这个不是所有的摊分玩法呢，都需要这个浪费时间啊。那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这个格斗游戏的摊分，它的时间就不会特别长啊，就不会特别长。这个也是根据游戏所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闯关游戏叫做炸弹人，这也是从小啊，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啊，基本上我狼啊都是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啊。有一阵儿呢，因为这个游戏我玩的比较不错啊，当然我自认为自己玩的比较不错的情况下，还入坑了泡泡糖啊，对吧？也是正版的那个网游，也是竞技游戏，以导致呢，我当时呢非常疯狂的玩那个游戏啊，那还是在传说中的2003年，那个时候我连劲乐团都还没玩呢啊，可想而知啊，我对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喜欢的啊，也确实很可爱。其实无非就是炸弹人嘛，对吧？无非就是炸弹人 ，MC 炸弹人，就那个我们小的时候给它起名叫什么？叫小兔埋雷，就是那个叫小兔埋雷啊。为什么叫小兔呢？可能觉得它像个兔子似的啊，但其实呢，这个小白、小黑啊，在街机版当中呢，咱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解锁的角色啊，包括日本武士啊，包括像什么小黄。啊，小水滴啊，为什么叫小水滴呢？啊，这点要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就是它可以把自己变成水滴，然后可以让自己呢这个那个什么啊，这里面摊分跟大家伙说一下，它的摊分原理是一次性啊，听明白了吗？啊，一次性炸死多个目标啊，一次性炸死多个目标，哎，你可以看到这一下炸死4个目标，会有一个重叠加分，你看有一个重叠加分。而这一点呢，就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之前呢，村里老三做的呢，大多数都是在最后期、中后期有了这个特殊雷了之后，有了这个定时雷了之后，哎，知道吧？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去一下把所有目标打死。你看刚才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怎么样？他直接把最后的4个怪全都毒死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细节方面上处理的可能要比这个村里老三稍微的高了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老三也要加油啊，什么时候他再出个记录的话啊，也可以再搞，对吧？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如果有这个小怪碰到你啊，你会发现，如果他瞬间快要碰到你的时候呢，往自己脚底下埋个雷，先不要着急，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他就碰不到你了，因为他碰到雷他就会走。咱们这个时候呢，再绕开就没有问题了啊。正在看我2月18号吃火锅的视频啊，那就是去年的明天呢，传说中去年的明天啊，去年的明天。好，4个怪一起炸，你看啊，1600、6400，它就是在前面几关啊，都是可以打出这样的操作，可想而知最后多出来了多少分。它每多出来那么1个分数啊，那就是人类的这个记录的这个领先。当然，这个游戏呢，没有人做 TAS 啊，其实呢还是微微有点冷门的。好的，现在咱们吃了一个关键道具啊，就是穿墙道具。这个道具呢也是用处非常屌的啊。那这个道具也是个关键道具，可以穿雷，也就是说呢，这个雷是带有穿透效果，一下可以打掉多个目标啊。好。有的怪啊，到底能炸多少血，咱们内心啊都是有这个数的啊，对吧？把这个怪呢，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小笨猪啊，咱们是打了大概是好了，一起炸啊，打了2下没死，第3下必死啊。这样的话，咱们可以骑上那个载具啊，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啊没有问题了。这个游戏路子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还是要把所有的怪聚到一块儿。那么为什么说在后期就非常简单了呢？因为咱们吃了这个定时雷了之后啊，过了这个到了第2关，过了这个定时雷了之后啊，咱们定时啊，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雷，你可以通过雷来把这些小怪全都聚到一起啊，对吧？
然后呢，咱们再进行摊分啊，对吧？而你最开始没有定时雷，它到一定时间就必须要炸，你必须要把这些怪全都勾引到一块儿，或者用你的雷连成一片，同时把这帮怪全部炸死。那这个就是非常赖的一个地方，它需要非常周密的计划。每一个关卡，比如说这是1-5，好的，你看这连上了，看不看见啊？比如说这是1-5，那么1-5的情况下呢，那你就要这个把这个谱背下来。每一关它的地形怎么走，这个怪物的活动轨迹，它一定会这么逆时针的绕啊。这个时候呢，你身上存有多少个炸弹，然后怎么走，它都是有方案的啊。这就是咱们普通玩家啊，很多人为什么说小狼啊，这些大神怎么玩的这么好？那都是经过对吧非常周密的设计啊，非常周密的设计。那不仅仅像咱们想象中的随缘去玩，你随缘玩肯定是不行的啊。就哪怕是玩格斗游戏，玩这个拳皇97，对吧？他们通过经验，通过这个方案，也知道自己这个人打另外一个人出这个招之后，我是无敌的。比如说我8神点一般人战轻手，对吧？对方没有气的时候，我点战轻手，然后第一时间出小葵花，对方是一定不会反击的。他除了后能量闪身或者钢 CD 或者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反击的方式。这个就是当时啊，这当然有这种类型的招式有900多个啊，有900多个，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啊。狼哥能理我一下吗？理什么了啊？好，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动画啊，这里面呢，咱们动画显示呢，并不是咱们主动进入到这个水关的，是咱们被这个邪恶博士给算计了啊，大魔王给算计了，所以说呢，咱们最终啊，是吧？咱们最终就是这个被扔到了水里面。好，这里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载具是在身后的啊，一起炸，漂亮。这个分数啊，它这个设计的是真的好啊。当然呢，时间的奖励呢，分数啊，我个人感觉啊，并不是特别多啊。咱们往往啊，通过节省时间速通，那照这个说法，如果速通的时间长，那么速通跟摊分就是并驾齐驱的。那就没有它的意义了啊！这个任何游戏对于摊分来讲啊，几乎都是啊精心巧妙设计的。那你像这个小日本做游戏啊，他对于这个摊分数啊特别的这个在意啊，特别的在意。啊，这个由于不能同时炸死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当然，这个如果是咱们调作弊上来就是定时雷的话，咱们还是有机会的啊，咱们是有机会这个。弄死的，但是由于你没有定时雷啊，定时雷就是那个新的那个道具啊，有那个新就非常好了啊。今天不知道啊，今天未必有啊，看情况吧啊。好，啊，再追，没事儿。直接连通过这个无敌，看不看见啊？通过这个自己从载具跳起来这个无敌时间啊，对吧？然后呢，来这个达成这样的效果。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其实这个路子的很正常啊，咱们这个并不是自残，骑上载具就是为了让自己多1条命，甚至是多2条命。比如说你可以多3条命啊，你可以身后带你骑上一个载具，这个载具身后可以挂2个蛋的。我们俗称为蛋啊，如果是机械型的这个宠物的话，你看啊，就这种啊，利用这个无敌时间，你看全堵上，一炸，对吧？但是呢，它这个点还是稍微差一点，他现在要考虑这3个怪啊，先把这3个怪搞一下，给它勾引过来啊，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要连上啊？来，不着急。他们全都勾进去的时候才算。我们看一下，好，连上，直接一连，漂亮！这哇，1万分，看不看见啊？这个奖励多少啊？而且再吃上一个加湿器啊，吃上一个加湿器，对不对？奖励的分数呢，对吧？苍蝇也是肉啊，是不是？这个人的想法真的这个比村里老三要强很多了啊！老三肯定是要加油了啊！那可以看到呢，操作者呢就是这个一语苍穹
这个人，你们感觉他的大脑是不是？咱不能说是说什么最强大脑那个类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说是最强摊分呢？因为确实摊了太多了啊。他前面这些没有定时雷的这种玩法，真的是有点丧啊！这些小怪输了900多局马买 P 的。好，利用这个无敌时间，好10000分，哇，是真的硬啊！好，2-6。我们看看啊，这个接下来是怎么说呢啊？这关连的话也还好吧。我看这关连的话，这2个怪要给它勾引过来点，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呢？他现在先把这些怪先消耗一下啊，看得出来，他先消耗一下。好，消耗1点。能不能炸到2个？炸不到，只能炸到1个。啊，这很讨厌啊，这很讨厌。好，可以，这样的话应该是稳了。我们看看，先给自己身上放一个雷，别着急。然后再把那2个兵勾引过来啊，那2个水兵，那2个水兵很讨厌。我们看看怎么说。哎，勾引1个过来。时间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时间啊，它到1分钟提醒。你要知道啊，它这个1分钟是真的1分钟啊，这1分钟很长时间的啊。我们看看他正在等一个机会啊。老老师晚上好，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没发生什么事呀啊，这不是解说的挺好的吗？唯一没发生的事就是我操，过年了啊，你们居然都不介绍小姐姐。好，看一下啊，他在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百年难遇来了。好，你一个小豆豆，没办法，少了一个啊，少了一个，这一个实在是不给面子，而且时间快到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拿着小姨子底工资，原价都是100多、200多、300多的钱包，通通20块啊，差了这么一个，那这就是人脑了。如果是 TAS 的话啊，他肯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啊，比如说走位或者电脑的这个节奏来换2-7。老师发生什么事了？他确实是这个口音呢啊。乌江3炸啊！这2个金鱼小的时候我真不会玩，我真的不会炸的啊！小的时候贼笨，我感觉我都笨的脑瓜子嗡嗡的。好，3-1啊，马上就要有定时雷了，兄弟们啊！好，一共就这么几个怪啊。这个游戏它的怪不多。第一关的话，你看，就这么一些小怪，地图也不复杂，炸死就完事儿。第2关，骷髅加水雷，一共4个怪。好，定时雷出来了，看不看见？定时雷出来了啊！好，雷可以一个一个炸啊，而且还可以穿墙。好，一下全炸死。有定时雷之后啊，那基本上那就是无所谓了啊，那就是谁愿意整谁整，对不对？这东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如果你定时雷你没有的话，你就有点像刚才他那种就是算计。有了定时雷，那还真的是无敌的，对吧啊？这个兵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个兵好像需要炸4下才能炸死，非常的烂。好，看炸3下，还有最后1下啊。好，这个需要炸3下。
堵住一个，还差最后一个兵，亏死。好，准备好啊！一炸，哎，算度非常的精准啊。当然，定时雷有了定时雷，说句实在话，那就可能就简单许多啊。所以说，在没有定时雷的这个3-2之前啊，3-1都算上，最多能摊多少分？啊，推雷，你看，你把这一卡，谁也过不来。一起炸，然后再一起炸，然后再，按理说是炸了3下就行啊，炸了3下就行。然后第4下的时候还要管底下那个雷音鸟，那个鸟啊，讨厌死了啊！这个鸟速度非常快。好，推死。我们看看，没事儿，还有载具啊，无所谓的啊。推死，这个已经毒死了。那个鸟可能只需要炸2下就可以。准备好，然后可以来一手自爆，等那个兵上来。好，直接全炸死，没事啊，有的是载具啊，有的是载具。来看1万，真的过瘾。噔噔，啊，日本武士啊，可以练一个招，瞬间移动。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个是。别算错了啊！比如说你算错的话啊，就是有的该炸1下，该炸2下的没炸明白，这样的话就会很难受啊。好，定住，好，差不多，准备好，一起，漂亮。反正载具各种给啊，无所谓的啊。他们有的时候需要2个载具，就是因为它需要2个闪光的这个这个无敌状态，要不然就难受了啊。好，3-6，这关是4个目标啊，那5个我看5个目标。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地方啊叫金币，什么叫金币呢？就是说这个金币啊，它牛在哪儿呢？它可以直接炸裂成为一个。直接炸裂成为一个这个几个小碎金币，这每一个小碎金币都算一个目标啊，对吧？你这么一想，那是不是啊？好，很多人说这个怪，好的，直接给它堵上，这是必中的啊。好的，再堵上，这边射一个，再射一个，直接一炸，然后再把这个猫炸出来啊，蓄力猫。太厉害了，真的啊！你看，蓄力猫啊，这个摊分的话，第3-7关就打了229万啊，打了29万5，确实厉害。好，你要清楚的记着，到底对吧？到底哪几个怪是打了2下、打了3下之类的啊？有了这个雷，你就千万不要慌。有了这个定时雷，你会发现啊，好，直接一炸，正好啊，算度非常的精准，相当厉害啊。这个骑的这个载具啊，好，我看看3D 眼镜的这个蹦蹦跳啊，有这个踢鞋加定时雷，真的烂。你们戴过这种3D 眼镜吗？这个是不是叫左右3D 什么的啊？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呐，对不对？啊，3炸。还有个小苍蝇，你看不看见啊？细心的朋友看不看见有个小苍蝇啊？你看，那个是啥？小天使吗？把小苍蝇堵上了，看不见啊？好。
小猪、小苍蝇，对吧？这个该说不说的啊，确实是。我为什么要管它叫小苍蝇呢？太可爱啊！对呀，苍蝇也是一个肉，也算一个目标的，你该算点算呢。这关有救援的关卡啊，有 help 关卡，一共只有4个目标，有一只苍蝇啊。好，先堵上，一起炸，等苍蝇一下来一起炸啊。一共就只有4个目标了，有真心的嘚儿啊。这个眼睛是真大啊，这个眼睛。4-3，好，有金币了，看不见？有金币了啊！你看，金币可以炸成分裂状态，而且炸的时候就给了1600。你看，这就是特殊的啊！一起炸，全死啊！这个金币的话呢，如果要是比如说像这一关的后面几关，那个小怪不是越来越多嘛？打 BOSS 不算啊，小怪不是越来越多嘛？最多的小怪再加上金币，你比如说现在这是3个小怪，加上一个金币，金币一下分裂出3个是吧？啊，分出3个是2个啊。好，1600，这个可以吞雷，但是你要是有的时候它吞不了。啊，一起炸，把这个这个就是我说的小水滴啊，这个就是我说的小水滴。啊，应该是没有了吧？问问吧啊，问问飞雪啊，不是，我应该问问那个月影啊，雪怪啊。啊，反正是，金币是其中一个啊，金币是一个摊分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这个小怪变多嘛。当然你也想了，只要有金币的地方就有这个定时雷，所以说无所谓。你看4个目标加1个金币。小的时候大家伙有没有印象？炸门 ，FC 的那个 FC 的游戏啊，把门给炸了。好，一起炸死啊！哎呦我，3个1万，真的爽啊！来，小黄吞雷。好，来看看这关报葫芦娃啊！我们管这叫葫芦7兄弟，你看。上来直接一下就自杀啊！这是最狠的玩法啊！上来一下就自杀，不要老想着我怎么设计，怎么设计都不如上来就自杀，对吧？你上来就把他们全干死就完事儿了呗啊！非常专业啊！上来直接就是连我都炸死了。好了，葫芦爷爷直接被那个7个葫芦娃合体啊，直接撇走了啊！这是一个小 boss， 但是呢没那么赖啊。这并不是最后一关，兄弟们啊！好，哎，为什么不救人？他说的啥？你是个什么东西？王八！好，大家一看，那个小兔妹妹啊。其实啊，你们要是看 FC 的炸弹人啊，我跟大伙说一下 ，FC 的炸弹人特别逗，就是 FC 的炸弹人之后啊，这个很多人看那个淘金者。淘金者最后变成了炸弹人啊，是不是彩蛋啊？炸弹人和淘金者是2个互相的彩蛋啊。好，那个需要炸，那个兵是需要炸3下啊，它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必须要炸3下的啊，没有之一啊，这个没办法啊，那个兵太猛了啊。其实可以看出来，你看那个炸弹人对吧？你看那个好了，可以炸了。你看那个淘金者里边的那个小怪，
他不就是炸弹人的皮肤吗？对吧？没毛病啊。好，5-3，没有金，还有我记得应该是还有一波金币来着啊，不知道应该是还有一波金币，对吧？这个金币那一关是应该是最多关卡，好像它最多就是打出3个1万的出来啊，就是刚才那一关是摊分主要的关卡，那刚才那一关确实打了不少3个1万的。好，这个自爆连那什么都不要了，选择要小绿啊。这个小绿呢可以快速移动，而且快速移动的时候呢是不会受到炸弹伤害啊，所以它这个设定非常的烂啊，这个设定有点像那个 PK 台上就那个拳击台上的那个弹簧在弹出去的第一瞬间还怕被炸，但是呢之后就不怕被炸了。好，那个人会一炸会被炸成炸毛状态啊，那个怪一炸就炸毛了，特别逗啊。那个鸟实在是太快了啊！用那个鸟感觉这个移动速度直接 max， 我真是服了。好，看看怎么说啊？这边没事，这个鸟也可以骑，炸弹也可以骑啊，不要害怕啊。有点难受，现在啊，有点难受。没有保底啊，有的时候不得不在自己脚底下放一颗雷，堵上，哎，把这个鸟堵上就好说了啊。这鸟没啥事老抽风，对吧？它一抽风，你一点招没有。现在寻找一个机会啊，把那个炸毛给炸成炸毛状态，是这个意思吧？啊，不用，我们看看。好，虫子也给堵上了。苗苗虫啊，好，给这个炸毛也堵上了啊。好，准备好，一起，赖啊。好，看看怎么说啊。咱们身后挂的那个弹啊，兄弟们啊，身后挂那个弹也不抗炸的。你身后挂了一个弹，然后呢，雷可以把这个弹给炸掉的啊，它可以把它直接给炸没的。所以说你要小心点啊。很多小伙伴呢玩这个游戏就喜欢后面挂2个弹，为了防止自己死的一瞬间是吧啊？然后这个有东西来替代，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你挡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后面那2个弹的那个尾巴可以被炸掉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好，看看这波呢是5个目标啊。哎，我想知道那个右上角那个十字眼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河马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是个什么脸啊？好，堵上。哎呦我去，这个机器非常的暴躁啊！好，全堵上，这个玩法非常邪恶。秀操作，先放个雷，推，嗨嗨，直接一炸。好的，他要换这个小绿啊，小绿是最爽的啊。小绿的话，直接哒走，然后可以防炸。好，我们看看，他们说啊，有个金币，看不看见啊？这就是我说的金币，看不见？这一手金币的话，一会儿还要把它给炸开啊！再找一个机会把它给炸开。好，他没有炸，我们看看他还在找一个机会把鸟给抠了，但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好，你看炸了一点，堵上啊，看2个目标。一共6个，这样的话是3个1万吧？
给自己身上放个雷，它是不会碰到你的啊。咱们这个定时雷你不放它是不会炸的啊，不要着急。堵上，哎，好，这边还没堵好，还有一定的危险，这个鸟还要搞一下啊，这鸟还要搞一下。这个鸟的话呢，你要掌握它的这个速度，它走到一定时间呢，它就开始，它不是蓄力，它是傻了，你知道吗？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它要是想一直走，那是真的恶心啊，那它速度老快了。这个是音速鸟，好。这个位置放个雷啊，在这儿。好，我们看看，那人还往这溜达，可以推了，兄弟。他不推，他在等。好，直接不要了，看见？1万，拿3个1万，前面是翻番往上涨，1万是封顶啊。就这一关瞬间70万，看这是这一关瞬间就70万了啊，对吧？然后呢就开始打这个最后一关，但是呢也可以理解啊。好，这个速度是真快啊，这个速度啊，你看，我操，这人熟练度都 max 了，我操！哎，好的，少下了2个啊，少拉了1点。哈都肯，他发这个球像不像那个像不像那个老头啊？那个老头发的那个球，就是那个合金弹头里面啊，挺像的啊。好，我们看看712500，然后咱们是不是还有奖励？好，可以看到啊，这个摊分啊，这个摊分比那个村里老三60多万还要猛。它主要是前面那几关啊，这后面的都会玩，后面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失误的话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前面是真不一样啊，不是 TAS 是人脑，来自于这个一语苍穹，这是我前2天刚看到的一个新记录啊。我以为这个炸弹人已经没有记录了，因为呢很多人都是在后面的这个第3关的第2关有这个定时雷开始摊分，而这个人呢他没有，他是选择从第1关啊，就找机会啊，就是4个目标的时候就找机会啊，准备要摊，所以说还是真的是很厉害啊。我们看最后这个712500啊，712550，这应该说是人脑目前的最高记录了啊，确实是牛逼，最高难度的摊分记录。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吧。